些厉害的表演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今天呢，就由我带着大家来了解。Let's go！ 雄乎其技的将呼啦圈漂浮在空中，会用一顶帽子做出绚丽的杂耍表演。他是街头艺人周子毅，而今天我就是要跟他学杂耍，体验一日街头艺人。不过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想要有好的表演，当然就要配上厉害的道具。好，于静，我今天跟你来介绍一下我的道具哈。这边就是我表演的家当了。这个叫做西方叫做雪茄盒，那我们东方叫做气砖，3个就可以做像这样子的杂耍。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礼物盒。有，我刚刚就第一眼看到。那这个礼物盒通常都是送给观众，当做是他上来跟我互动的奖励。那里面都会藏一些就是棒棒糖啊，或者是气球。对，那这礼物盒也是纯手工制作的。对。那这些道具全部都是你就是自己手做的吗？手做的也有，但是有的也有是买现成的。但是重点是买现成的话，有的台湾买不到。这每项道具我都非常非常宝贝。还有一个呼啦圈哦，那这呼啦圈其实是算我觉得里面做起来最麻烦的。重点是这个胶带它必须要捆得就像是无缝接轨一样，上面不能有任何气泡，要不然转起来的话就会没有那个效果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东西我会放在表演的最后面。对，最后面当做一个 ending 吗？对，当做是一个 ending， 也是我一生中表演的精髓。因为这个算是我结合了我毕生所学的魔术和杂耍融合在里面，创造出一个作品。这个呢，就是刚刚子毅哥哥跟我介绍的雪茄盒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来试试看，看这些盒子能变出什么把戏。子毅哥哥，你可以教我这要怎么玩吗？好，那我今天教你一个比较基础中的基础，这样你也比较好学。首先我们一样，先踩蹲马步的姿势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其实只要微微的上来就好，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招式没有要放太难的话，我们不用到很多的 range， 很多的范围。好，我做一次哦，1、2、3，哼。好。哦。那我刚果然是有天分，不过你也用了一些小小的偷吃步，不过这个偷吃步是不错的，因为你必须要把中间的盒子不要让它掉到地上，所以我们这样斜一点没有关系。那如果我们一般表演的呢，我们就会尽可能3个盒子能平就平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是这个姿势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样，第2个姿势，回来，1、2、3，哼。掉下去。所以你大概了解出这个雪茄盒的难度了吧？天哪，现在才是基础中的基础动作，我就练得乱七八糟。但各位观众朋友，可别看我笨手笨脚，而是这个基础动作真的太难了。没关系，再一次。练这个有什么特别要注意或是诀窍的地方吗？诀窍就是我们的膝盖一定要像弹簧一样的轻松，还有那个弹跳力要非常非常有。手部的话，也是要跟膝盖同步。同时。对，也就是说你整个人就是一个很有弹性的弹簧。对，那动作都是到最高点才做，最高点才去动作，最高点才去动作。那所以如果假设在这边就动，它可能就会掉下去。对，要抓时机，还有最高点的时候。很多人都会很急，很急的话就会掉。但是这个就是不能急，一定要刚刚好，不能多，不能少。对。那现在我就要给你出一个小小的考试。那我再来看看你哪些细节要来改变。好，一样，1、2、3，把雪茄盒拿起来。那一样保持平的姿势，记住脚要打开，站一个大马步。1、2、3 ，Go！ 哦，非常不错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不过这边没有对好，没关系。一般初学者这样子都是正常的。对，不过你今天真的学得很快，这样子的基本功已经学好了。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其实把它翻过去没有很困难，是翻回来，因为比较没那么顺手，然后觉得很容易一直掉这样。还有就是现在手就是有一点酸这样子，因为一直用力。好吧，
既然动的不行，那我来学个静的，在空中转呼啦圈，这难度应该就没有这么高了吧？对，这个是非常有视觉效果的。像一般的呼啦圈都是套在身体上在那边转，但是这个是视觉的呼啦圈，它不是动态的呼啦圈。好，这个我们称作是英文术语叫做 hoop isolation，isolation 就是漂浮的意思。它非常的吃耐性，因为你要把它玩得像是在空中一样。对，感觉好像刚刚是感觉像在空中飘。那这个是非常有视觉的呼啦圈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我们一样要把圈圈拿着。那它的基础功呢，就像开车一样。但是你的开车不能是这样，你的开车就真的是要像方向盘定住，然后去这样子移动它。那我教你一个诀窍，你只要盯着呼啦圈的正中间，这个就是你的支点，那你就不能上下移动。那这样子先去磨你的定性，你的耐力。那你会觉得手酸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你都是用肌肉去盯出它的漂浮感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你现在上下是 OK， 但是你的左右，你再转一次，你的左右是非常偏的，但是你就是要用你的意志力，还有你肌肉的肌耐力。意志力。对，我就是不想让它上下移动，我就是不想让它左右移动，对，大概像这样子。鸡哥哥，我也很想让呼啦圈乖乖听我的话，在空中定点转圈，但是好难哦，非常难哦，要很专注，可是还非常专注，这个是很吃专注的，这个跟雪茄盒不一样，雪茄盒是吃动态，动态的体力，但是这个是吃静态，尤其是精神方面的，所以这个算是我真的是花最久的时间去磨练出来的，所以这是最难的，这其实算是最难的，好，但是它也是效果最好的。好，那我可以教你怎么样单手转，你大概知道它怎么样定环的概念之后呢，我教你单手，那右手拿起来，抓住环的正上方，好，那这边会有点辛苦哦，仔细看哦，我们把环慢慢这样转，像轮子一样，好，转到极限之后，极限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我们把手背向我们的左边翻过来抓住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怕它掉下去。不用怕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一样转，然后转到底，然后一样手背贴过来，对 ，very good。我觉得刚刚双手就已经有点难，单手，但是单手的诀窍就是在这边。那一样老话一句，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这些都是靠时间去累积下来的。那你现在就要用时间去换这个技术。我觉得看他在表演的时候就是很酷啊，因为好像飘在空中一样，但是好像不会去想到说，原来做这个这么难，就是要练这个需要练这么久，而且手会这么酸。最难的反而是要把它维持在空中不要动这样，然后很酸，因为我觉得啦，我自己会很用力，全身都在用力，所以多转几次就会发现手很酸，其实非常的酸。无论是初阶的基本功，或是高阶的酷炫表演，都是子毅哥哥花上10倍甚至100倍的时间才练就而成的。而这不辞辛劳的练习，为了就是让每次的表演更好，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演出。哇，表演还没开始，场边就聚集了许多民众，我也要赶快找个好位置，一起来看表演喽。Go！ Hey! Okay, one more time. Professional. Go. Hey! Special number one. 与观众互动又幽默风趣的表演风格，搭配着这神乎其技的杂耍，逗得所有观众笑呵呵。Oh, ladies, come on! 天啊，换我上场了，好紧张！希望子毅哥哥不要出太难的考题给我啊！
OK。So。Go！ 等一下，子毅哥哥，你一下从初阶跳高阶，我跟不上啊！看来我只能使出我的大绝招36计，走为上策。妹妹，除了精彩的杂耍表演吸引民众外，子毅哥哥也会随机邀请现场民众一起配合演出，透过与他们的自然互动，让整场表演更加生动有趣。OK， 所以我们都会先跟观众当好朋友。当成好朋友之后呢，其实观众就是你的小帮手了。因为表演50%是表演者，但是另外50%是观众的反应以及观众的热情回馈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一项作品真的是要靠表演者和观众来去完成。街头艺人可说是与观众最没有距离的表演者，也因为如此，观众们更容易被现场的欢乐气氛所感染。Me， 哇 ，Everybody， Me， 哇！不过除了与观众零距离外，大多数街头艺人都是在户外场地演出，常常因现场环境而影响到表演。但是如果我今天1次2次失误，第3次再成功，观众反而会觉得哇好厉害哦，因为他前面2次失败，但第3次成功，那真的很难，因为他前面失败了。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街头艺人，除了要身怀绝技，还要会灵机应变，才能将危机化为转机，还能为表演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再一次。接下来这段表演只有短短的4分钟，但是我花了2年的时间去完成它。我希望大家用心的把它看完，好不好？而接下来就要进入整场表演的重头戏喽。我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完美的、没有瑕疵的表演背后，他到底付出了多少的努力。对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街头艺人的表演是，我觉得比我走进剧场到那种国家剧院去看，比起来，其实街头艺人的表演更让人觉得比较享受一点，因为跟表演者的距离很近，而且还有上去互动的机会，而且其实他们的。说真的，他们的表演设计都很认真，然后是真的让你发自内心的觉得会喜欢他的表演。零距离的表演不仅让表演者立即得到民众的回馈，也让观众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街头艺人对于表演的认真。不过子毅哥哥说，以前的他对于街头艺人这份职业没有太多好感，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站上街头表演。因为一开始我觉得街头艺人就只是那个时候的观感，会觉得说你就只是有才艺的乞丐，俗称高级乞丐。但是到时候直到了自己当街头艺人已经第3个年头了，我才发现街头艺人才是最高尚的表演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在街头是毫无保留的表演。今天就算人家投1块钱给你，街头艺人还是会欣然的接受，还是一样无私的把自己的技能完完整整的呈现给观众。在许多人心中，街头艺人并不是一份好工作，风吹日晒，收入不稳定，以及每天超过10个小时以上的练习时间。那为什么子毅哥哥还愿意坚持自己的卖艺人生呢？那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你为什么要走表演？表演这么累，我如果今天不做表演，
我就只是一个平凡人。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表演？因为我想要让我的人生更精彩。对于子毅哥哥来说，表演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；而对于观众来说，他的表演除了让大家感受到快乐，更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。就是感觉街头艺人这工作不是大家觉得很稳定，甚至因为梦想吃得饱的，所以就是有一种他为梦想很努力的样子，然后其实是很感人的。就是虽然我在台上表演只有一下下，可是我觉得好尴尬呀。但是我觉得子毅哥哥他很会带气氛，然后跟带着小朋友们还有观众，就是他们之间的互动这样子。今天体验完街头艺人之后，我觉得在之前观众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可能就是觉得街头艺人表演很酷炫，然后视觉效果很强，可是不会去想到说，他在做出这些动作的背后，他付出了多少努力，然后花了多少的时间跟心血。我觉得以后呢，在街上看到街头艺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停下脚步，然后好好的欣赏他的表演，在他表演结束的时候，给他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街头艺人最大的鼓励了。